各位兄弟们，今天买几十千的车也好，整百千的车都好，还在用着便宜的钉凳，几百块就 set 得了。那我跟你说不可以啦。其实钉凳啊，就好像今天我们人呢走路出去晒太阳哦，其实皮肤没有涂一层防晒膏哦，是会伤害到我们皮肤的。今天你坐在车里面，你没有钉凳的话呢，也是一样会晒到你黑黑这样子的。所以我说钉凳在买新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来的。今天带你们去了解一下 Helios Kota Damansara 钉凳 ，Let's go。 这里呢，除了有做钉凳啊、BBF 啊，它还有汽车美容哦。当然，我们今天主要来介绍一下这里的隔热膜。Helios 这个名字呢，其实它有各式各类的，根据客人不同的需求做出来的这个隔热膜，它有分为 HELIOZ 呢，其实是它的 PPF 来的。我们今天不讲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最主推的 E Series。那我 Camry 在用着的啦，什么车都可以，不管你今天是驾甘蔗也好，不管你是驾 Porsche 啊，或者是 Bentley 啊，这些都可以用的。那这个有6层的这个金属材质 ，H Series 当然是它的最天花板，还有12层。什么是金属材质呢？主要是它来隔热的。我带你们去做一个测试，你们就大概了解了。我们这里有一个箱子，里面就是热能啊。如果这一个有热能的话，太阳能啊，这个风扇就会转是吗？那我来先打开一下。 这个就是热能了，喂，它就在转嘛。今天我手上拿的这个 E Series 的隔热膜，我把它隔着，停了哦。我再靠近它都不会转哦。看我再转，它就是不要转。我再把它打开，它就转。 啊，没有作弊啊，各位，真的没有在作弊的。很多人认为啊，买钉凳就是要买最黑的，它就隔热最好，其实不是。你看我手上拿着这个 E Series 78%的亮度哦，你看它都可以隔到这么好，我觉得粘这个很好了。如果粘到太黑，那个不知道在车里面做什么。 这种已经很好了，我的车就是粘这样的咯。如果你们对这边的任何的隔热膜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不妨可以来到 Helios Kota Damansara 它的 HQ 这边，报上我的 promo code Adrian0909，你就可以在9月份这边得到一个25%的折扣，钉凳还有固定。这里有一系列的好康，还等什么？赶快去联络 Helios Kota Damansara HQ。 Hello， 大家好，又是 Adrian 不是一个车评，是 POV 了，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了。今天你看到我身穿这件衣服 Spoon， 我们又来 Honda 啦 ，Honda Civic Type R FL5。车后面有车主们的，你好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谢谢你通知我试驾你的车，因为我们期待了很久 FL5， 因为我的前呢其实蛮多 FK8 一下啦，加过原装的，有加过改装的，而且我觉得改装的蛮多人看一下 FL5 的话呢，我觉得也更多。 人想看，所以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你们呢，先什么都不要做，先点一个赞好不好？想问一下你的车买了多久？3个月，我才3个月哈，5月很多了，然后是 Japan Spec， 你买回来的时候mileage才走多少？58 km。哦，很新哦，你这个车是根本就是一个新车了咯。方便透露你讲你买多少钱吗？这样还是不要讲，还是不要讲。这辆车马来西亚新车有卖，可是很少的数量，而且卖400千。有很多人会讲笑啊，400千买一个 Honda， 就好像以前的 FK8 这样，当年卖300千的时候，很多人讲哇笑啊，300千买一个 Honda。之前我也是很质疑一下的，为什么要这样贵买一个 Honda？ 可是自从我动过了 FK8 之后呢，我就感觉到原来300千不只是买它的这个 Type R 这个字之外，而是它的工艺、它的这个工程，你可以感觉到本田花了不少的心思还有时间在这辆车上面，所以 FL5 也不例外。那这辆车你有做一些小改装是吧？对，那我们走过去看一下本田的车啦。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然后不知道说我们去看车 ，Let's go。In audio. In audio.
有些人就喜欢 FK8 的样子，有些人就不喜欢 FL5 的样子，因为他说就没有那个像 Gundam 这样，也没有这么飒的样子啊。FL5 的样子就变成斯文了。可是我不这么想嘞，我觉得如果你以这个车头的角度去看哦，它又低又矮又宽，很凶的一个样子。这个角度，如果我从我车的望后镜看哦 ，FL5 真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 F1啊去改这个 bumper 出来啊，你也做不到像它这么宽的这个样子哈。所以简单来说 ，FL5 的样子呢，它其实比 FK8 长了一个20mm， 然后再多一个15mm 的宽度，降低了12.7mm 啦。如果原装来讲啦，它的悬吊方面也做一点提升，然后前面是一个麦花臣，后面是一个铆迪林 ，Axle 那边做一点提升，让这个车操控更好。据说这辆车的操控会比 FK8 好，是因为它除了车身加宽之外，降低了哈。然后它的轮胎呢 ，FK8 是245 30ZR 20寸，这一次就原装已经给你一个265 35ZR 19，所以本来就为这辆车升级了一套全新的轮胎，还有降成18寸哈。这套是 T37 SL， 它是 M spec， 轮胎前后一样，从265升级到275 35 18寸 Bridgestone 的 RE7 CRS 啊，这个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轮胎，据说真的是很厉害哈，越没有花纹越彻底啊，我们这样子讲。虽然没有业配哈 ，Bridgestone 没有给我业配。前面的刹车卡钳还是保持着原装的4活塞 Brembo 的，如果没有错的话，是跟 FK8 一样的是吗？这套它的 shape 好像有升级了一点东西。刹车碟是没有打洞也没有切线的哈。这辆车呢也你看到会降低了的，大概1根手指的高度了，也升级了一个 Spoon 的 Sport Spring， 车身趴低了一点，所谓一低遮三丑啊。前面呢也是加了一个 Carbon 的 lip， 加有 lip 的话会更加的好看，尤其这个角度看下去啊。Type R 从以前的2门变成 FD2 啊开始4门，你会发现到 FL5 呢是 Civic Type R 里面呢有史以来最大量的一个车身轴距2735mm 了，大概是一个 M340的一个轴距啦，车身重量为1430公斤。这一代的尾翼啊，它好像有一点像是隐藏式的。Honda 的工程师说，如果开到120 km/h 的时候，它会有100公斤的一个下压力哈。在这个尾箱这边，它要做一点点在车身那边的一个支柱，我带你们去看。就这辆车有一个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所以这个是它的钥匙，还很新的哈，看到吗？全部还包着的，就不像普通的 Civic 这样有 Remote Start， 没有，它只有一个 Lock 跟 Unlock， 就这么简单。你要打开这个尾箱的话呢，这里就是有一个 Touchpad， 在后面按一按，它就可以打开了的。所以刚刚我说开到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会有100公斤的下压力嘛，所以它就在这个尾翼车身这边做了一个plastic， 还有这里有一个 plastic 来做有一个支柱。车身呢全部都是一体式的，你会不会看到这边像有点焊这样的，全部作为一体式，所以车的刚性会更加的好咯。尾箱空间有410公升，其实会比 GR Corolla 那些来的大啦。椅子还可以做6式倾倒，所以去 IKEA 买东西呀、买菜啊完全都没有问题。跟 FK8 一样，保留着有一个遮阳帘在这边，其实也是保护隐私啦哈。这里就没有东西哦，没有备胎，也没有什么 subwoofer 也没有。所以就是要基本上要放东西也不能，可能放一些文件啊那些还可以。这个灯可以开关吗？不能。这边有2个小手把可以拉一拉。这辆车的这个排气也是升级了哈，它是多妹的一个子公司，来自于 RSE 的哈，很大声一下，很凶那个声音。RV6 的 extractor down pipe front pipe 是 RV6，L 就是这个 RSE 的 Top D。哦，这边有个小手把。所以这辆车肯定是做了 Full PPF 的车头，每次要跑山路哈那些一定需要哈，还是一个 Type R 啦，所以它不需要给你什么油压顶杆，但是后期还是可以自己加的，没有问题的。这辆车的引擎呢是搭载这一个代号为 K20C1 啊，它其实跟 FK2 跟 FK8 也是一样的，只是它做了 Turbo 的这些升级，还有 Inlet 的这个 Flywheel 啊那些升级。它原装的马力为330 PS， 就是比 FK8 多了10个 PS， 420个牛顿米，从2600转到4000转左右，升级了 PRL 的 Inlet。然后就是 intercooler PRL 的那个 charge pipe 了 intercooler charge pipe Casco 和后面的 anti robot 也是 Casco 的。Map 的话我就用了 Honda， 目前的话是385 HP。torque 是好像是500处一点，500处哦，540个 torque 左右，385个 horsepower。所以这个引擎盖是 aluminium 的原装来哈，很轻。的确，我说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家用的车哈，没有问题。4个门，然后后面坐在中间的人是比较不舒服啦，因为它是2个自备架的洞，哦，中间还有鼓起来的哈。普通的 Civic 就有手扶啦，这个就没有，完全没有问题，有没有？非常的舒服哈。它的座椅的这个发泡棉的软，因为它不是皮革座椅哈，所以坐下去那个腰部支撑啊都非常的好。头部呢就没有可以调整的头枕啊，也是爽啦，还是 FD2 啊那种椅子。鼓起来给你放头的，头部空间大概是剩下3根手指，腿部空间大概剩下1个拳头，前面也是
升级了一套 Recaro 的full bucket seat， 原装的 Type R 的椅子在这边，等下我们去试坐一下，看那个 FK8 有什么分别哈。后面没有冷气出风口啦，非常好看的内饰啊，还有新车位哈，这样子。现在的马力守到多少了啊？1000多，不到2000，一个月可能加一个2次。车主还是平时会去骑一下 bike 这样子啊，所以本人是骑 bike 的人，骑 bike 的人，平时骑 bike。坐进来这个椅子呢，其实它的样子长得跟 FK8 很相似哈，可是坐进来你会感觉到腰部这边它的支撑更加的多，所以如果的体型再大一点的话，你会感觉到可能比较紧的感觉啦。FK8 还好一点，腿部支撑呢也感觉到比较长了一点，所以是很舒服一下的哈。除了后面的椅垫稍微短了一点，但是前面的这也是 OK 的哈。所以原装有 Type R 的 carpet， 还有一个日本车很需要的信号灯，这个就是 Type R 的 R number。很美哦，的 number 6070，然后这个内饰就跟我之前介绍的 CVF FE 就很像啦。有灰尘的话，你就要准备好一个小扫把了啦。冷气的控制一样的，爽一个字，没有 wireless charging 啦，基本上就很像 FE 啦。除了它是一个6速的手排变速箱，一个 Plus R button， 驾驶模式、手刹、置杯架，还有一个手扶。这手扶就没得调整前后哈，内饰全部都是全黑哈。OK， 这里还有一个 SOS button。Full bucket seat 哦 ，Recaro。现在的手动挡的车哦，它的 clutch 真的是好像有一股力量帮你推你上来这样，所以你不需要费力，就等于 FK8还是 MX5那种很轻的一个离合器，所以我 daily drive 是完全没有问题，很轻很轻。我的 EK 还要重一个10倍哈，踩一下离合器，按 start， 这样快 cool start 了。它的仪表的确是漂亮很多。所以马来西亚如果 CVF FE 你要买到全液晶仪表盘的话，你都是要买到它的 Hybrid EHEV 的版本。这辆车的主机很好，比 FK8 好，它还可以看一下油温、水温，这个油压那些都有的看呢。仪表呢还有很多的控制检视，还可以更换很多一下的哈。哦，这是它的灯幕，哦 ，RSE man。那种声音就是大声，都妹跟 RSE 真的是很够力的。它有那个热血嘛哈，这个是它的 pedal 跟 brake，OK，G-force。哦，所以这辆车是还有那些 ACC 跟车，平均油耗为6.5 km per liter 哈。原装车是很省油的是吧？对，一卖表之后就非常的耗油的哈。驾驶模式呢，它可以有 Comfort，OK，Comfort 的仪表就是变成了这样的颜色。哦，就是原装一 start 车就会变 Sport， 然后再推上就是 Individual， 所以 FK8 没有的 Individual Mode， 你可以在这边切换你要的这些。换不到英文的哈，这个换不到。哦 ，damn！ 但是你可以大概知道它的在这个 Individual Mode 自定义的时候，你要可能引擎是什么模式啊，方向盘啊、避震啊什么，你可以在这边调。当然，随时进入 Plus R，Plus R 呢，你就会看到这一边变成红色，它可以显示它的水温啊、油温啊，全部都在这边，直接可以看得到哈。哇，这个换挡非常的清晰，但是哦，全部 Type R 一样的，5号档是进不到的，车没有动的时候。这个是 reverse camera。ETC 日本才有用到的哈，内饰亮度调节，防滑系统关闭 ，parking sensor 这个可以一键关闭 Honda Sensing 哈。话不多说，去试驾吧 ，Let's go。OK， 现在我们是 Comfort Mode，OK， 我们就。所以这辆车有那种那个叫什么 auto brake 那个 auto hold 功能哦，所以一个手动挡车是非常的方便 ，OK， 尤其是在我们斜坡的时候啊，或者是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手动挡必备啊，我觉得啊。当然，如果你是那种传统手刹的话，会更好啦。我们习惯了，就是一停红绿灯就拉那个手刹。刚刚已经摇了，它还没有 click 到，现在 click 到了。OK， 那本来的以前是玩 Honda 出身的哈，从EG6 玩到 DC5、FK 到 FL， 所以当你从 FK8 换到了 FL5 的话，你有什么心得吗？就是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觉得？其实是 body roll，FL 的话，它的 body roll 就少了很多。以前 FK 的话，它 body roll 就我会害怕。哦，I see。在如果是 high speed highway 的话，如果是在云顶的那种sharp corner 是 OK 的。
它的车是 grips， 但是也是 body roll 的动作太大了，所以有很多人就下了 adjustable 了。adjustable 过后就更加的定。对对对，单是那个 spring 的话就是不够稳定了。所以之前你那个 FK 也是下 Sport Spring 吗？那个我就下了10的 adjustable， 来补救它的这个原装的 absorber 的不是太好的。其实是目的是要给它低一点。再低一点。对。对啊，其实原装的 FL 会比 FK 好很多，就是刚刚我说的，它的车身宽又加宽了，车身轴距又加长了，所以就还有加低了，所以呢整个车身就肯定会更加的稳，还有它的避震方面肯定啊，你作为一个新的一代，你一定是要有做一些升级嘛，你不只是东西都是一样嘛，对吧？它有一点以前 FG2 的感觉，它就算它是原装的好，它还是蛮 stiff 一下的，蛮跳一下。汤圆豆腐。我第一次坐在 RSE 里面，哇，这个2000转以下我不能哦，真的不能哦，它的那个 droning 的声音啊，所以2000多以上还比较舒服一点哦。现在我是 comfort mode 了，我先试一下，现在很舒服哦。讲真的，这辆车是好像一个普通家用车，然后换了一个 Sport Spring 的感觉，就是这样，稍微有路感的一些。然后我们去一下 Sport， 这个 Sport 就是一 start 车就是 Sport 了哦。你会感觉到这辆车瞬间的马上硬了一点。当你踩着油切换模式的时候呢，你就很明显感觉得到，当你在加热的时候，这个油门一下子变轻掉，感觉车身一下子变硬掉的感觉，那种很明显。那在加热的时候，突然我换去 Sport 那个 Plus R 的话呢，哇，这个车打醒了就可以出了的。出来一个老师教他，哇，这个 Plus R 就感觉到这辆车好像刚刚去换了脚压避震出来。你看啊，你从一个 Comfort 突然换去 Plus R 的 gap 很大，真的。所以我想这辆车你真的随时哦，你想载家人的时候，你换那个 Comfort 完全没有人 complain 啊，除了那套 exhaust 之外啦，会比较，你需要2000转以上才会比较舒服一点点。OK， 然后其他都完全没有问题。Plus R。Sport 还比较稍微的软一些了的哈。其实 FK8、FL5 啊，最爽就是这种裂掉的声音。RSE 跟多美这两个。马来人讲不易过压。不易过压。可是如果你想要回去以前的 VTEC 真正的声音，就这款就给不到你了啦。对了。以前的9000转，真的声音不一样。各有各玩法啊，虽然这个是讲 VTEC Turbo， 那个是真正的叫我们 VTEC Kicks In， 你会 feel 到那个 cam 在开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东西。所以我会觉得现代的人会买 FL5 啊 FK8 的这个人呢，就是通常考虑到我们不只是周末驾，我们平常也是可以驾。不用去头痛任何多的问题。你要玩旧车的话，最头痛问题是一点点你就要开始去烦了，怎么去找问题在哪里了？有办法然后那些 pass 又贵啦 ，half guard 又贵啦哈，新车不用烦，又有保险又东西又讲都容易找过旧车就对了。所以直接买一个 FL 周末又可以用，在家人又可以用 ，anytime 你 call 一个电话给我，我们都给了，我们去Sepang了都可以，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可是以一个300多千的 budget， 你会选 Supra 呢，还是你会选 FL5？ 这个是最近很多人在问的问题啊，包括我自己，很多人都问我，Darren 300千左右你会选你的话，你会选 Supra 还是 FL？Supra 是2.0还是3.0？肯定是讲3.0啊。两个都喜欢啦，两个都要。可是如果你给到我，以后可能 value 比较保值的话，应该 FL5 然后再加上 maintenance 肯定是 FL5 便宜了。我想要去到线购，我想要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哈。我们关掉 compressor，AC off， 要给它线购可以。哇，然后我进入 Plus R， 2档去1档，也有 Auto Rev Match 这辆车，哇哦，很多车一下那些车
车来吧。OK， 3、2。哦，它的速度放在右边了哦，没有注意到多少刚刚。OK 啦，手动挡的0到100永远都是比奥多慢的，我可以讲。可是它的加速跟它的乐趣，你看。这辆车原装有配搭一个 Helical LSD 的。诶，你把那个 fake sound 关掉了啊？还是它的 exhaust 太大声盖掉了？哦，你就太大声啊。所以它的 fake sound 已经是听不到了。所以这一代啊 ，FL 比 FK8 多了一个 fake sound， 就是自己听自己爽啊，这个自己听自己爽，不会吵到人家。做习惯了 IC 做这个好像包不住。包什么？习惯了那个意思。哦 ，OK。我蛮喜欢这一代的仪表的，其实它直接是全液晶啊，不像 FK8 这样 ，FK8 是可以讲它的 shape 已经是定着了的，所以它只能换颜色，它不能换好像这个 pattern 多多这样。OK， 有双颜色仪表，突然变成一个好像玩 F1 这样啊，真的是漂亮。然后其实刚刚啊，你有发现到我做0到100的时候啊，其实这辆车这样子 launch， 它的马力跟扭力这样大，你不会发现到它有 torque steer。它不会扭力转向到一个地方去，你需要 counter 不用，这个就是 Honda 神奇的一点。所以之前我第一次加 FK8 的时候哦，我觉得很神奇一点，就为什么这么轻松可以 handle 到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工程那边如何去计算到做到刚刚好啊，它的厉害的一点呢。如果通常你那种大马力的车，你就没有办法了嘛，自己一定有 feel， 这完全没有。而且你看哦，这个轮胎已经换过了咯，从265换275，而且降到18寸哈。啊，通常那些其他的这个车行啊，他们为了解决这个 torque steer 的话，他们都是 4 wheel 啊，4 wheel 就不会有了。现在 map 过了之后，那个油门是很敏感的，我踩多一点点它就去了。FL5 是 Type R 嘛 ，Non Type R 叫 FL1 嘛，马来西亚人蛮少买一下，因为200多钱，尤其是手压。一样了，以前的那个 FK7 啊，FK7 也是一样的，少了。对。然后他买了 FK7，然后又改装改到来，不如直接买 FK8。其实现在 FK8 也跌价了哈，跌到220、230里面都可以找到。我还看到一个全原装的啦，他卖200多吧有嘞。啊，那个不懂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不懂啦的。应该是under 200也有了，里数比较高。里数比较高会比如200钱。对，看你讲想哦，看你要买 FL1 200多钱，还是你要买 FK8 咯？给我会选 FK8 啦。心脏比较重要。总之它是 Type R 就对了。Sport。很爽啊，感觉。这辆车的这个背的不懂是不是感觉到好像跟 FK8 有一点不一样嘞？感觉到它的那个油门稍微低一点点，所以我做 hill low 的时候感觉就是不一样，看起来一样的它的排列方式，感觉那个背的有一点不一样，一点点角度，还是很好做 hill low 的。你看啊，如果你给不够油，系统会帮你给油。对，这辆车它有 auto rev mesh 没有错，可是我们加惯了的还是喜欢自己做啦。虽然如果你讲 auto rev mesh 是很好用的，如果你在赛道的时候，连车手都会讲哦，它会帮助到它刹车更加的这个准了，你不用去管 hill low 了，它会帮你。可是我们喜欢驾车的还是喜欢那种乐趣 rev mesh， 所以之前我在 FK8 上山的时候，很多人屌我，这么有 auto rev mesh 你还要做？这个东西我真的讲不出来。这是习惯的动作嘛。我讲我喜欢做咯。就我喜欢挖树干。我们换 Plus R 过这个弯，现在速度是110多，很黏地，尤其是这个
个轮胎也是 very good。哇，你这个声音就没有那个 pop and back 大声哦。哦，我不要，我 enable 掉。之前听阿庆的那个一上山够力哦，叭叭叭。哦，如果你开的话，它好像AK47这样哦。叭叭叭叭叭叭叭。很严重哦。我这个有机身吗？OK 啦，一点点就 OK， 像这样很好听啊，我觉得。啊，这种哦。对对对。如果没有 map 过的话 ，double lag 的情况就几乎是没有什么。一 map 过了之后，你踩油那刹那，你 feel 到一点点的 lag， 可是它反应很快哦，这样子对我来讲非常的快。前面的 FE 哦，如果我是 FE 啊，我会让，因为我看到 FL5 在后面很压力，它的外形太凶了，真的。没有，我不要讲了，我家1K都让啊，真的太凶了。今天40、50岁啊，哇，应该还会很喜欢这种车，觉得我会。你看到安哥 YS， 他也是很喜欢。有时就是你偶尔你想要加一加啊。你其实拜六礼拜这样 OK 的嘞，这辆车。如果你给我那 daily drive 去做工，我也是 OK， 不要一直拿，当然不是拿来塞车用啊，这辆车，对吧？你拿来塞车就。Sport 啊，对，太棒了 ！OK， 非常感谢你们的，我们那个 Part 2的冲上云霄再见。所以啊，赶快去按赞订阅，我们下一集冲上云霄。所以等下我会开窗啊，我们真的要听一下 RSE 的这种声音啊。All right，FL5 冲上云霄了喂！会员福利到了啦，可以马上观看哈。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FL5 冲上云霄再见 ，Goodbye。